大家好，韭菜转韭黄的实验非常顺利啊！经过11天后的初步结果回报这外头是没有覆盖黑网的对照组，黑网内部则是还有修剪与否的对照比较，而这黑网是使用更高密度的杂草抑制洗替代。右侧比较接近镜头的韭黄，在盖网前有先经过修剪，比较靠墙的韭黄则没有进行修剪，直接盖网。直接盖网的结果也可以让比较高大的韭菜转成韭黄，只是11天的时间，感觉还不足以让叶片全部转换成功啊。目前的评估要完全转换完成呢，大约需要半个月而发现另一个现象，这可能跟天气很热有关使用高密度的抑制洗，由于不透风，没有修剪过的韭黄，在转换过程中，有些叶片末端会出现些微枯萎不过并不严重简单做个微调改善在底部无日照的位置将抑制洗拉开一点，覆盖时略留通风口，可以更为理想。由于种植数量并不多，尝鲜为主就不再分两批使用比较了。因为从外观感觉细嫩度差不多要吃出差异性难度实在太高了至于煮食后韭菜味道降低非常多加上沙茶酱的掩护小孩子的接受度完全不是问题，老人则是觉得比韭菜细嫩好吃影片还有时间可以离题就来聊聊种菜的逻辑前阵子亲戚回来度假说，为何你的菜量都只种一点点？开玩笑说呢，菜不在多而在精这主要原因是同一种菜种太多呢，平时去化会很麻烦这大概要有养鸡鸭帮忙处理，单一种菜才会种多一点。不然平时分享给亲朋好友是很好但是采收跟采收后整理菜与送菜都需要时间大家很客气而不自己来把的话，对个人的时间分配是很大的考验，因此才习惯少量多样的种法，不然少样多量的种植方式还比较轻松但是少样多量对于烹饪者也是一种挑战。同一样菜，如果只会一种料理方式，数量太多，吃的人就会很辛苦后来的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吃而多样化有个优点在同样的烹饪水准下呢，至少菜味与口感都还会有变化。所以有些菜会被动式淘汰的原因，不是不好吃而是不会煮。也就不要太勉强煮跟吃的双方了。毕竟做菜这件事，除了天分，也要很有实验精神。最后覆盖回去的时候呢，若是黑网的长度与空间都够的话，倒是可以试试让内部再通风一些谢谢收看。